最近中南海的大戏可比宫斗剧还精彩。老大疑似换人这事几乎已是板上钉钉，但究竟是谁秘密上岗代班总书记了？江湖传说一个接着一个，从胡春华到丁薛祥，再到突然被翻牌子的汪洋，吃瓜群众都快当成连载小说看了。汪洋来接班，据说连习近平都点头同意了，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汪洋会被点名当接班人？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位不一样的烟火汪洋老兄。他的仕途就像是一部官场版的云霄飞车，该升的时候风驰电掣，该沉的时候也能潜得比潜水艇还专业，完美诠释了什么叫高开低走又反弹。大家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我是田真。最近墙内墙外都在疯传一个爆炸性八卦，习近平可能要下台了。而这一切据说还是在河南洛阳的神秘密会中上演。政坛变闹剧，观众朋友请准备好你的瓜子。传闻中共大佬们集体逼宫，老习是时候退场了。而习近平也不含糊，我可以走，但得照我说的来。于是开出一堆条件，重点如下：我的家人要平安无事，别动我姐、我弟、我全家，父辈的陵园和墓碑也不能碰。我的接班人必须是我点头的，胡春华别闹，下一位，最好是汪洋来接班。对，你没听错。那位曾被冷冻出局的汪洋突然被拉回了主舞台。你说这事要是空穴来风吧，偏偏人民日报头版也突然给汪洋刷起了政绩卡，大吹贵州毕节岳崇山脱贫有多牛。这领导脱贫的背后灵魂人物是谁？不是别人，正是汪洋。这难道不是党媒在提前为他铺红地毯，在告诉吃瓜群众别急，汪洋还在，他还能打。瓜还没吃完，更多剧情反转也来了。经济学者苏小荷在自媒体爆料说，汪洋也不是冤大头，他开出3个接班条件，超现实但也超直白。第一，我要军权，没兵没枪我怎么混？第二，外交部换人，战狼们集体下课，要亲美派来接棒。第三，党内高层来个大和解，大家冷静，别再搞宫斗了。结果网友直接开怼，和解？你们这戏我们都看了70年，别侮辱观众智商了。还有观察人士直白指出，这些条件听起来很美，但少了最关键的4个字：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就算换谁上来，最后也只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糖衣上了，但药还是苦的。习近平被劝退，汪洋复出了。目前这些都是江湖传闻，没有盖章的证据。因为中共最擅长的就是黑箱操作，一切皆存在变数。时评人、小说家谨慎开麦，说汪洋已低调出山。他也是凑齐了3大证据。第一，5月份居然没有召开政治局例会。嘿嘿，这不是疏忽，这是高层洗牌的前奏。元老们可能已经开始代理政权。第二，习近平基本处于神隐状态，这不寻常。第三，港澳界的老大哥郑雁雄突然被免职，这恐怕是高层换血的信号。前中联办主任、前港澳办副主任郑雁雄是习近平的心腹，想干翻他的人一定不是习，是谁呢？汪洋。小说家认为，这应该是汪洋上岸之后的第一次大展拳脚。话说当年他跟郑雁雄在乌坎事件上早就过招过了，当时汪洋是广东大老板，郑雁雄则是汕尾市的地头蛇，乌坎的事情就是他的直属业务。郑雁雄出场自带强硬派滤镜，
剧本简单粗暴，谁闹事就镇压谁。而汪洋拍的是温情的民主演习剧，不但没动用警力，还让村民自己选村官，搞得乌坎差点变成民主模范村。这一招不只让国内外媒体眼睛一亮，还让郑彦雄的硬派剧本看起来有点像过气冷门片。更劲爆的相反的消息是，前海军中参谋跳出来说，汪洋根本不想接班，他人太清楚这是个什么烂摊子了，谁愿意收拾那些剩下的破烂事？你以为是接班，其实接的是炸弹；你以为是上位，搞不好是走进狼窝。这剧情活脱脱瞬间反转成你打死我，我也不上，别哄我了。但无论真相如何，这场政治8点档已经开演，有宫斗，有反转，还有老同志出山。戏下不下台咱们不知道，但这场戏真是越看越好看了。不过还是要温馨提醒朋友们一句，吃瓜要理性，政治需远观。中共高官含着红色汤匙的居多，但也有人拿的是例外的剧本。汪洋是安徽宿县的乡下孩子，父早亡，家破旧，8岁就靠拉地板车补贴家用。别人放学打弹珠，他辍学当工人，捡粪干活样样来。乡里乡亲的都说，这娃真是从泥里爬出来的。不过人家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来了，是什么？娶了地方官的千金祝玛丽。他的老丈人是时任宿县地区行政副专员的祝建元。当上乘龙快婿后，汪洋就从小工人一步步变教师，变副主任，变地方干部。看来果真如此，嫁对郎娶对娘，不只让你上热搜，还能让你上仕途。汪洋的仕途故事就像一部从安徽乡村小剧场一路拼进北京大舞台的政坛成长剧，而且是那种从童星出道一路被大导演钦点的剧情线。汪洋一开始在共青团安徽分部打怪升级，什么宿县地委副书记啦，省团委宣传部长啦等等，全都刷过一遍。然后突然一跳就当上安徽体委主任了，从团委话务转行当体委教练，转得比体操选手还灵活。33岁，汪洋就被派去当铜陵市市长，率先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等模式。1991年，他在当地报纸发表长文，醒来铜陵，呼吁解放思想，告别计划经济。这改革的剧本竟然连邓小平都点赞。1992年，邓小平南巡到合肥，特别钦点这位娃娃脸官员出场，还送了个绰号娃娃市长。老邓这一抬举，汪洋的官运从此不再走路，而是开上了快车道高铁。他38岁升任安徽副省长，一举夺下中共最年轻副省长的称号，简直是政坛年轻有为的典型代表。之后他被朱镕基挖角，调进国务院，然后再一路主政重庆、广东2大重地。重庆一战，他来了个媒体革命，记者们别再抢头版了，汪洋在2版等你们。这操作就像官场新闻界的一股清流，不封锁媒体，不硬来。他还和平解决了重庆的最牛钉子户，轰动一时。到了广东，汪洋一上场就像换了一个 DJ， 在广东政坛开了场思想大解放 2.0 的混音派对。他一甩头，扔掉了江泽民那张已播太久的3个代表老唱片，放了首新曲子，叫做《腾笼换鸟》。什么意思呢？老产业该撤的撤，劳动力该转的转，该飞的鸟飞，该进的新鸟请进来，简直像是在给经济搞一次生态大改造。但别以为汪洋只会动嘴说改革，手上也不闲着的。他来了一场政治版宫斗剧大清洗，把江派那些年混得风生水起的老熟面孔一个个请下台。从前政协主席陈少基
到前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再到前深圳市长许宗衡。这波操作震得整个广东官场集体做了回核磁共振，据说连江泽民都气得差点掀了茶杯。事还没完，汪洋竟然还敢推官员财产申报，这对很多官员来说简直就是请脱内衣级别的挑战。那些集体患上过敏体质的官员听到财产申报这4个字都心里一颤。他是玩真的吗？刚才讲到了汪洋对乌坎事件的处理，他放下警棍，拿起选票，让乌坎村民自己选村长，大家玩起来，简直像是在中国版民主实境秀里跑第一。不止如此，他在广东还开放民间组织，让本来被当异类的民间团体突然像春天的蒲公英一样满地开花。汪洋还和不甘寂寞的薄熙来打过擂台，两人一西一东，一个主打经济改革和放权的广东 style， 一个主打怀旧红歌和强力执法的重庆 style， 直接上演了一场隔空互怼。这场汪薄之争的名场面就是蛋糕论。薄熙来说，蛋糕要大家均分，谁都不能多吃一口。汪洋则轻轻叫了暂停，喂，先等等，蛋糕还没做大呢，你是要分个饼干屑吗？这话一出，自由派们纷纷鼓掌说他懂经济，而薄的红歌队则在重庆街头继续热唱红梅赞。而最敢讲的时刻是汪洋在中共18大前冒出的一句话：人民的幸福不是党赏饭吃的。这句话直接踩了习近平那套党就是天的主旋律，也注定了他进常委要等下一班车了。结果中共18大，汪洋果然没能如愿进入常委，只好慢慢熬到中共19大。虽然靠老资格熬上了中共政协主席，但也就是那种看起来有位子但没什么实权的政治吉祥物。习近平全面左转后，汪洋与习也就写下了面带微笑心有嫌隙的常委会小剧场剧本。汪洋从改革新星到政治花瓶，看似舞台还在，但戏份已经不多。汪洋自己也玩不动了，从此开始变身和事佬。改革别想了，敢说实话不可能的。他越来越沉默，像极了压力山大的中年人，只剩下一脸无奈。汪洋早就被寄予了一些改良中共的希望，更被卷入几次政变逼宫的传闻中。2018年，体制内有高人用大海领军的暗语呼唤他出山，但最后只泛起了几朵浪花。2020年，传出汪洋、李克强和王岐山3人组建领导小组顶替习。2021年，再保汪洋将在中共20大取代习大位，结果如何呢？2023年夏季，北京等多地发生水灾，尽管洪水滔天，中共7常委无一人现身灾区，他们人都在北戴河。于是中国大陆网上热传一副对联，上联是京城降雨，全市变成中南海，下联是市民疏散，到处均为钓鱼台，横批汪洋进京。这政治寓意也特明显了。汪洋2023年退休后，港媒释出他陪老母亲聊天的影片，老母一句走吧，天都黑了，汪洋回话说天黑了走啥，天黑了吃饭，这是北京，被解读成变相向习喊话，不陪你玩了。这波操作像极了隐退江湖的侠客，话不多但内涵满满。现在爆出习大权旁落，让这个几乎退休养老的人物汪洋又被江湖想起来了。中共政治向来黑箱，但水落石出的日子可能真的不远了。汪洋究竟会重出江湖旧场，还是旧人终究是个过客？中共体制内的改革梦
最后恐怕如梦幻影，终将散场。而汪洋或许只不过是梦里最后一丝余光。观众朋友，您怎么看？让我们一起继续吃瓜，别转台。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